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在我的上期节目《核动力航天器》里，我介绍了目前航天器使用核动力的情况。这期节目播出之后，有朋友给我留言，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主要涉及3个方面。首先就是有朋友觉得核动力航天器就应该像刘慈欣的小说《三体》里的太空舰队那样，使用核聚变发动机，以辐射的方式推进前进。在听了我介绍的核动力航天器之后，就觉得我提到的核动力和他想象的差得还有点远。其实《三体》毕竟只是一部科幻小说，它里面谈到的科技，在有些方面可能离我们的现实科技并不是很远，但有些则离我们现有的科技非常遥远，并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就比如小说中设想未来的世界到处都是信息屏的场景，这一点在我们现实看来实现起来就完全不难。还有就是无线能量传输这部分内容，大家还记得小说里描写杯子是可以在没有外接电源和内置电池的情况下对其中的饮料进行加热的场景吧？我们现在不就可以给手机进行无线充电了吗？在关于太空舰队的动力来源方面，根据小说里的描写，那时候使用的是核聚变发动机。其实这一点我们可能很快也就要实现了。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能想起去年科技界的几条重要的新闻，其中有一条就是美国的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第一次实现了可控核聚变能量的输出大于能量输入。这个实验室我在上一期节目里也提到过，就是那个最早搞出小型核反应堆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这次在世界上第一次实现了可控核聚变的能量输出大于能量输入，就意味着可控核聚变开始具有了实用价值。我们知道，要发生核聚变，就需要使核聚变材料处于高温高压的环境，而高压环境也可以通过提高温度来实现，因此这个温度就会达到几百万度甚至上亿度。但目前我们所知的任何一种材料都不能承受这么高的温度，因此我们做不出任何食物容器来盛放这些高温的核聚变材料。所以通常的做法是使用一种被称为托卡马克装置的设备，将核聚变材料悬停在空中。这个托卡马克装置其实就是利用强大的磁场把核聚变材料约束在空中，再利用电磁波或者微波对核材料进行加热，从而引发核聚变反应的。不管是运行托卡马克装置，还是使用微波加热核材料，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电能。以前的可控核聚变实验虽然也能在聚变过程中获得能量，但核聚变产生的能量还不足以抵消维持托卡马克装置运行和微波加热所消耗的能量。因此以前的可控核聚变还仅仅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不具备实用价值。而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这次实现了可控核聚变的能量输出大于能量输入，就意味着可控核聚变投入使用，第一次成为可能。下一步就是如何将其产品化的事儿。这也就说明我们离商业化的可控核聚变已经很近了。而一旦可控核聚变实现商业化，它必然会因其极低的价格迅速占领全球的能源市场。到那个时候，现在所有的核裂变电站和绝大部分化石能源电站都会被核聚变电站取代。这是因为，第一，可控核聚变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如果我们以氦三作为核聚变的材料，以现在地球的用电量，仅仅需要100吨氦三，它产生的能量所发出的电就能满足地球1年的需要。如果我们真的在月球上开采氦三，并且在月球上建立无人工厂提炼氦三，以星舰目前的运载能力，每年只需要一艘星舰运输一次，就能将地球1年发电所需的氦三从月球带回来。在这儿我还要多说一句，根据现在的估计，月球的氦三储量大约是100万吨，按每年100吨算，够用1万年。这样的商业价值是不是很大？第二，核聚变能源非常环保，没有任何的排放和辐射。
两个氦三原子聚变之后的产物是两个质子和一个氦四原子核，同时放出 12.86 百万电子伏特的能量。正是因为极高的能量密度和环保，使得可控核聚变是目前我们所知的最经济、最清洁的能源。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确信，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就可以实现可控核聚变的商业化。至于将可控核聚变作为航天器的动力来源这件事，应该也不会很远，毕竟可控核聚变的商业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但小说里关于太空舰队里的另一段描写，也就是这些舰队使用辐射推进的推进方式，才是现在的技术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的。我在我的上期关于核动力航天器的节目里，已经向大家介绍了化学推进、离子推进、核电推进和核热推进。这些推进方式本质上都是公制推进，也就是利用动量定理来实现推进的方式。它们的推进介质都是分子或者离子，而辐射推进其实是电磁波产生的压力来进行推进的，推进的介质是电磁波。我们知道电磁波的速度就是光速，这远远要高于分子或者离子运动的速度，因此使用辐射推进可以实现数万甚至数十万秒的比冲，因而具有更高的推进效率。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获得这些电磁波产生的压力？目前我们还没有相应的理论物理知识来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家们仅仅是设想制造一个巨大的反射面，像那些抛物射电望远镜那样来接收电磁波，然后再把它反射回去，以此来获得推力。但要知道，电磁波产生的压力密度其实是很小的，所以要获得足够的推力，就需要反射面足够大，同时这个反射面的质量必须足够小。那用什么材料才能制造这样的反射面呢？到现在还不知道，这就是我们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辐射推进航天器的原因。第二个就是觉得核动力的航天器，这里主要指的是核动力的行星航天器的技术起点太高，涉及太多的部门、行业和专业，难以协调一致。除此以外，要搞核动力航天器殖民火星，还会受到社会道德、法律条文、行业规则之类的限制，因而可能难以会在短时间实现。其实我觉得在这点上，朋友们就更不用担心了。首先从技术上讲，航天器的核引擎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研制，并且经历了大量的地面实验和测试，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接近了实用阶段。此后的50年，核引擎的技术虽然没有进一步的发展，但科技却在突飞猛进。我们在材料科学、电子技术、仿真技术、控制技术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当前NASA 决定重新开始核引擎的研制，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继续搞核热推进的引擎，应该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项目的主要承担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早预计在2027年就能进行核动力航天器的首次试飞的原因。尽管后来这个计划有所推迟，但也是在2029年之前。其次，从系统的复杂性上讲，航天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就拿中国载人航天开始的921工程来说，当时的宣传就告诉大家，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包括了火箭系统、飞船系统、宇航员系统、发射场系统、着陆场系统等5大系统。其实这只是个非常粗略的划分。事实上，载人航天所包含的大系统还有很多，就比如测控系统。在那时候，由于中国还没有海外测控站，每次飞船发射，我们的5艘远望号测控船就要出海，航行到全球预定的地点，以便对飞船进行测控工作。这样我们才能够保证不间断地获得飞船上的各种信息。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系统复杂并不是长时间阻碍这些项目的决定性因素，关键是要有良好的沟通和协调。系统复杂不能长时间阻碍的另一个例子就是 N1 火箭和刚刚发射的星舰了。
N1 火箭是前苏联原计划用于载人登月的重型运载火箭，它的规模和美国阿波罗载人登月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相当。但由于当时前苏联的火箭发动机技术还比较落后，没有大推力的火箭发动机，因此他们在 N1 火箭的一级火箭上安装了30台推力稍小的发动机，希望用这30台小推力的发动机合力将重型火箭送入太空。但 N1 火箭的几次试飞都失败了，最后该项目不得不取消。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发动机的数量太多，而当时的控制技术还不足以实现对这么多发动机进行可靠的控制。然而时到今日，我们看轻舰，它的一级使用了33台猛禽2发动机，现在的控制技术已经能够将这些发动机控制得很好，这也说明系统的复杂性不会长时间阻碍项目的发展。最后就是社会道德和法律条文等相关的话题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开放文明，各种不同的观点越来越为社会所包容，像同性婚姻、安乐死等也为某些社会所接受，更何况做核动力航天器去火星并不违背任何人类社会的底层价值。至于国家之间的纷争之类的事儿，世界上的各国不是能很好的处理南极和北极的归属问题吗？火星的归属应该更不是个事儿了。最后还有朋友担心，核动力引擎会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会需要举国体制才能搞出来。其实这种担心更没必要。核动力引擎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反应堆。在50年前，核动力引擎的反应堆可能还会因为需要动用核材料等国家把持的物资，因而需要举国体制。现在的商业化核电站比比皆是，商业化的反应堆也成为货架产品。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在去年郭台铭曾经打算参选台湾领导人，他对公众演讲的时候就提到，如果他当选，就会推动台湾一县市一核电的建设。这个所谓的一核电指的就是一种小型反应堆 SMR， 这种反应堆可以在工厂大量的生产，小的反应堆和一个集装箱的大小差不多，可以用集装箱卡车进行运输。在各种不同的小型核反应堆中，气冷式的反应堆就是最适合做航天引擎的，因为航天器可以用其携带的推进剂，也就是氢作为冷却介质，从而提高推进剂的使用效率。2021年7月，世界上首个陆上的商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中国核工业集团的玲珑1号反应堆开工建设，预计2026年就能投入使用。这些小型核反应堆的经验，对于降低核动力引擎的成本也会产生巨大的作用。所以核动力引擎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一直期待着它的早日到来。好了，以上就是我对这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不知道您是否同意我的观点，欢迎您给我留言，说出您的想法。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